大家好，我是厚朴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有没有感觉，明明很努力赚钱，钱却怎么也存不住？是不是觉得家里总是小病不断，夫妻间莫名其妙就为小事争吵？先别急着抱怨时运不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问题可能就出在你精心侍弄的那些花花草草上？在家里摆放绿植，可以净化空气，赏心悦目。很多人以为只要是植物就能带来生机和好运，但今天我要打破你的这个固有认知。因为有些花看似美丽动人，但在风水学上却是典型的阴煞之物。它们就像一个能量黑洞，在不知不觉中吸走你家的财气，破坏你的健康，甚至影响家庭和睦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。接下来我要讲的这10种植物，如果你家里有，我建议你认真听完，然后立刻处理掉。因为请走它们，就是请走霉运，迎接财神的第一步。第一种，虞美人。虞美人，听名字就带着一股凄美的故事感。相传是霸王别姬后，虞姬香消玉殒之处，鲜血染红了土地，开出的花。它的美是带着悲剧色彩的。在风水上，这种承载着强烈哀怨和不甘情绪的植物，最容易在家中形成一个负能量场。特别是开花时那抹艳丽的红色，在风水学中有时并非喜庆，反而象征着血光。家里如果摆放虞美人，容易让居住者情绪低落，多愁善感，甚至在睡梦中都不得安宁，被往事的愁绪所困，财运自然也就随之流走了。第二种，梅花。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梅花坚韧不拔的品格，一直为世人称颂。但风水讲究的是一个象与音，梅花的梅与发霉的霉同音，在家中日日对着梅，就等于在不断地给自己和家人下心理暗示，把霉运请进家门。尤其是做生意、求事业的朋友，家里摆放梅花，很容易让原本顺畅的运势变得处处碰壁。而且梅花性寒，阴气较重，会削弱家中男主人的阳气，导致事业不振，还容易招惹不必要的烂桃花，引发夫妻矛盾。第三种，昙花。昙花一现这个词大家都懂，它在深夜绽放，美丽却又极其短暂。这种特性在风水上是大忌，它象征着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无法长久，福气、财运、好机会刚一抓住，转眼就消失了。更关键的是，昙花只在夜晚开放，属于极阴的植物，非常容易招引一些我们看不见的阴性灵体。把它养在家里，等于是在深夜里点亮了一盏灯，告诉他们这里欢迎你。长期下去，家宅不宁，怪事频发，人的精神和健康都会受到严重影响。第四种，海棠花。海棠花姿态潇洒，自古就是名花，但它有个非常不吉利的别称，叫断肠花，源于一个痴情女子思念爱人，肝肠寸断而死，化为此花。这种能量会直接作用于家人的情感关系，夫妻之间容易无端猜忌，争吵不断，亲子关系也会变得紧张。家应该是和睦的港湾，家和万事兴。一旦家里充满了这种断肠的负面磁场，人心涣散，哪还有精力去招财纳福呢？第五种，罂粟花。罂粟花的美是带有侵略性和迷惑性的，
它虽然可以入药，但其提取物更是罪恶的源头。从能量层面看，它代表着沉沦、上瘾和失控。在家中种植，哪怕只是观赏品种，它那种邪魅的能量场也会慢慢侵蚀你的意志力，让人变得懒散、消沉，对生活失去热情。一个人的精、气、神一旦被耗散，财运和健康运自然会一落千丈。第6种，荼蘼花。开到荼蘼花市了。荼蘼是春天最后开放的花，它的盛开意味着绚烂春日的结束。在风水意象中，它代表着终结和末路。如果你正值事业上升期，或是一桩生意正在关键时刻，家里千万不要有荼蘼。它会像一个休止符，强制中断你上升的运势，让一切戛然而止，只能留下一声叹息。第7种，曼陀罗。曼陀罗在很多文化中都与神秘、致幻，甚至死亡联系在一起。它本身带有剧毒，在风水上更是被称为地狱的信使。它的气场是混乱、颠倒、充满恐惧的。养在家里会严重干扰人的精神状态，让人思维混乱，做出错误的判断，尤其是在投资理财上，很容易做出导致巨额亏损的决定。第8种，彼岸花。彼岸花学名石蒜，花开不见叶，见叶不开花，生生世世不得相见。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强烈的分离和死亡属性。传说它是开在黄泉路上的花，是连接阴阳两界的通道。把它请回家，无异于在家门口立了一个通往阴间的路牌，极易招来阴邪之物，扰乱家宅磁场的稳定。家中的老人和小孩阳气较弱，最容易受到冲击，导致身体不适，噩梦连连。第9种，黑玫瑰。黑色在风水五行中属水，水主财，但黑玫瑰的能量却不是招财，而是极端的负面情绪。它代表着绝望、仇恨和诅咒。这种能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心态，让人变得悲观、偏激，看待任何事情都只看到最坏的一面。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人，怎么可能吸引来好运和财富呢？财神爷看见了都要绕道走。第10种，含羞草。含羞草很有趣，一碰就收缩，但正是这个特性，让它在风水上变成了败财的植物。风水讲究气场要舒展、开放，才能招财纳气。含羞草这种内缩的特性，会影响整个家的气场，让家里的能量也变得畏缩不前。反映到现实中，就是主人的事业发展受限，财路越走越窄，不敢去争取大的机会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财富溜走。朋友们，植物是有能量的，就像人有气场一样。我们选择朝夕相伴的植物，其实就是在选择一种能量来滋养我们的家。今天提到的这10种，无论它有多美，都请你为了家人的健康、财富和家庭的和睦，将它们请出家门。这并非迷信，而是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关于环境能量与人相互作用的智慧。把这些负能量的源头清理掉，你才能为好运和财富腾出空间。下一期我会专门和大家聊聊，究竟哪些植物才是真正的招财树、富贵花，让你家变成一个聚宝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一定记得点赞、留言，并分享给你关心的家人和朋友。也许你一个简单的转发，就能改变一个家庭的运势。
不执着于吉凶的表象，借风水的智慧化解生活的困顿。如果你也在寻找破局的力量，请订阅般若语，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